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《战斧外传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咱们录制第4关、第5关以及最终 BOSS 战的流程。进入第4关，明显感觉难度变高了一些，开场就冲出了5、6个兵，并且很多士兵呢一下已经打不死了。我的这个火螳螂从上一关保持到了本关。但是本关能够捡到本作最好用的一个坐骑古龙，这只古龙如果保持得好的话，可以一直用到最终 BOSS 之前。这有一个铁球，铁球这种武器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可以穿透攻击。骷髅兵，骷髅兵可能是很多小伙伴童年玩战斧系列的阴影了，就是这只古龙，撞倒还能起来。古龙的攻击优点在于它的攻击频率特别快，并且呢，这个火弹落地之后持续的时间也非常长，可以封死所有的小兵以及 BOSS， 这也是为什么最终 BOSS 用不了它。如果说缺点的话，这只古龙近身的是有攻击盲区的。这是树怪，树怪弱火，所以喷一下就没了。4个瓶，前面的瓶我用的比较少。那本关开始呢，我会开始多用一点，因为毕竟要通关了，也给大家演示一下魔法的这种效果。捡到古龙之后，这就是另外一款游戏了啊！一起喷了3个，而且它可以攻击倒地的敌人。上面挂着的布袋是能打出东西的，有很多小伙伴玩到这的时候可能就忽略了。是金币和财宝。那这款游戏有个特点，就是金币和财宝也是能回血的。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满血的状态了。因为我已经忘了上期的时候我有没有挨打过。好，打完了，上电梯，看左下角的那个财宝已经被带上来了。一会儿捡了它，我留它呢，就是怕在这儿打这几只怪的时候挨打，但是我多虑了。这个路特别窄，然后呢，一起出现了好几个敌人，我就放了一个魔法，这就是半人马的雷魔法的效果。很多小伙伴可能没看上期，不知道我说的半人马是什么意思。这明明是个妹子马，腿还挺长，但事实上，如果这个角色不上坐骑的话，下来就是一只半人马。它有东西骑了之后呢，它才会变成人类的形态，两用。好，在这打一个盗贼。其实我现在的魔法瓶基本上就已经够了。有古龙这个神器，魔法的话就都是向最终 BOSS 脸上招呼的了。解说上期的时候，我说这款游戏有6关，有些小伙伴跟我说其实就5关，但是呢，过了第5关前边大半段之后，打最终 BOSS 之前，你的坐骑带不过去，这很容易让我感觉这是2个单元。所以说呢，我就说这款游戏有6关，并且最终 BOSS 有3个形态，需要打比较长的时间。这只独眼巨人真的惨啊！他表示游戏体验极差。啊，这里我忘了哪只，我的天！好，直接就把他给放出来了。其实可以不用打他的。刚才那个位置呢，那只骷髅兵我就没打。又是7个瓶了已经，这真的是足够了。咱们4个瓶可以放一次。好，又出来4个，点啊！70多了，捡完这儿就70多了。
71。这个游戏下一关还有几个，好多财宝，这里就是不缺血量。主要的任务是把你的古龙保住，不要挨太多次的攻击，应该是挨3次攻击。你从龙上掉下来，这个龙就跑了，他觉得我这个主人太菜了，不和你玩了。这个游戏呢，表面上看没有分数系统。好，这是本关的 BOSS 战，把它喷倒，就不要让它起来了，因为这个 BOSS 会召唤。比如说，他扔出几个木棍，就会召唤出来树怪；扔出几根骨头，就会召唤出骷髅兵，所以说很讨厌。你要打他的话，别给他机会起来了，就直接干掉。好的，咱们上来了这只巨龙，这个龙怎么绿的呀？这样飞向最终 BOSS 死亡蝰蛇的城堡。看这个城堡修建的就是它的半身像。咱们先上的是左手。这只龙呢，我也是带过来了。上半期的时候我没少挨打，我记得第2关和第3关都掉了1滴血。这里掉1滴血不是说挨打了1下，挨打了3、4次才会掉1滴血。刚才这一波我大概一个魔法打了7、8个人啊，地上全是武器。有小伙伴提醒我说，打到这儿的时候那个铁球，前方的 BOSS 战的时候，如果你留到最后再捡它的话，有几率在下一个场景的时候变成无限发的铁球，那样就基本上等于无敌了。但是呢，这款游戏我通关过3、4遍吧，我始终也没有完成这个。这2只螳螂，一个是火螳螂，一个是螳螂拳。这个地方我冲的太急了，正常的应该是一只打，但是咱们现在这只龙太强了，说没必要了，可以2只一起轰。轰的时候也要注意，这款游戏如果有2个怪，他俩一定要走到左右夹击的位置才打你，战斧系列的传统。下面有个铁球，一会儿我看一下能不能搞出无限法。好，把他的腕炸了。6只怪，这个不是无限了，已经红了。好，没了。铁球的攻击力很强，还是穿透攻击，所以说真的好用。哇，这么多人，我的天！跑位一定要注意。如果敌人离你太近的话，你最好还是一个突进攻击，因为你吐出的火弹是向前吐的，有可能呢无法命中对方，然后呢人家把你打。但好在咱们现在魔法瓶比较多，如果没有命中，他跳下来想砍我的话，我就放魔法。这次呢，我是一只打的。这个怪真的比较传统了，战斧1代就有，第1关的 BOSS 也是2只。我记得当年打1代都是一个魔法解决。这个城堡拆了1小半了。好，这里就是啊，我吐了1发火弹没有击中他，所以我赶紧呢就放了一个魔法，否则我就挨打。魔法攒到这儿也够了，就可以玩的随意一点。其实上一期的时候，有小伙伴就说我玩的不认真、不耐心。那录制视频呢，很难保持耐心。你如果耐心的话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打法就会非常的单一。因为像这种
早期的硬核游戏，往往单一的套路才是最管用的。你无法给观众演示更多的东西。那比如说这些坐骑，可能上期的时候我可能就使用一个就可以了，像那种全螳螂我根本就不会捡，但是为了给大家演示呢，我还是捡了，就导致呢攻击的时候硬直比较大。这里如果把上边的人救出来呢，还会多出几个魔法瓶的。你看我现在是59个魔法瓶，如果除4能除尽的话，我至少还要再捡一个，所以说上边的人我还是得救。好，给我扔下了起码2个魔法瓶。BOSS 打完了，这些小兵还是要清的。打完它呢，就是最终 BOSS 战。这款游戏其实有内部的一个分数计算系统的，打怪啊、捡东西都有得分。好，这个 BOSS 3个形态，咱们的坐骑呢没能够带过来，他是不让你带的。他现在拿的这个盾是一个风魔盾，咱们放魔法现在伤不到他，所以说只能和他肉搏。有一个打法就是跳起来可以 A 他3次，基本上是一个无限连啊，就是这样打倒了。晕了之后上去一顿 A， 继续再找机会。高手的话可以一次性就抓准这个机会，他就没有机会再动了。但是我呢，有的时候容易失手，因为 A 的这一下呢节奏不太对。好，2形态对面可以放魔法，那咱们就用魔法来封他。但是呢，咱们要等最终 BOSS 站起身来之后，看他是一个什么状态。万一他已经晕了呢，咱们就上去 A 他就行了。好，晕了。再等，最终 BOSS 这个魔法不是强制可以攻击到你的，你可以跳过去躲。这个我考虑一下，在3形态的时候躲一下，因为3形态的比较脆，基本是一个强制的剧情杀。好，又晕了，继续用魔法来封，不要想着和他搏命了，这个家伙也是放魔法的。3下了，是不是又晕了？看一下，没有，这回差不多晕了。上去 A， 好，2形态打完，这样咱们跑了。好，这个城堡被爆头，带着3级头都没有用啊。哦，这个货又上来了，这是3形态。你看啊。刚刚他放的就是那个魔法，能躲过去，能跳过去。你把他血打空了之后，他是不会挂的，他会进入一个无敌的状态。后面呢需要剧情杀，反正这里把他的血条打空就算是通关了。最后一个魔法封掉，可以了，他进入无敌啊！咱们碰他呢，自己会飞掉。然后最终 BOSS 开始续一个元气弹，越续越大。最后用斧子的老爷子上来给他爆头了，但是呢，老爷子也和死亡骑士一样，从飞龙上掉下去了，炸掉了，牺牲了呀。弗利萨大王表示，当年有人续元气弹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这样的队友，我也不至于挂掉，是吧？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战斧外传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这款游戏我觉得是整个系列的巅峰啊！这个男战士的站位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